关节不退化，骨质不疏松，欢迎收看骨骼关节健康讲座。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你是不是不喜欢运动呢？你是不是不喜欢喝牛奶呢？你是不是属于消瘦的体型，就是人家讲的选美小姐的体型呢？你是不是经期不顺，或者是早期停经呢？你家里面是不是有长辈有骨质疏松？你有没有曾经因为小小的跌倒事件就造成骨头裂开来或骨折呢？小心哦，这个可能就是骨质疏松的警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本书，叫做《骨质疏松照护全书》。这一本是一本日本的翻译书，但是我觉得它把骨质疏松相关的知识整理得非常好，值得分享给大家。我认为有3种人很值得看这一本书。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骨质疏松高危险群。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已经被医师诊断有骨质流失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情况。那第3个就是你家里面有长辈有骨质疏松或者是已经有骨折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如果要好好照顾他，也特别推荐来看这一本书。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一本书呢？这个就要讲到8年前我外婆的故事了。我外婆她住在彰化乡下，她一辈子都是农夫，她是在种葡萄的。那她的身体也非常硬朗，直到有一天她在浴室滑倒了。那这个滑倒呢，就造成了严重的背痛，被送到医院去照 X 光片，发现是脊椎的压迫性骨折。那压迫性骨折呢，虽然不需要开刀，但是从此呢，他就必须要拿拐杖、拿助行器走路。那在走路不怎么方便的情况下呢，过了1年以后，他又发生了跌倒事件。那这个跌倒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他摔到了他的屁股，这次就造成了髋部骨折。髋部骨折一定需要开刀，所以他被送到急诊去，就进开刀房手术。手术也非常的顺利啊，他住院了5天就出院回家了。他出院以后呢，我去他家看他，那时候他已经非常的衰弱，体力已经不是很好了，连自己要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那在那一天以后的不到1个月，他就过世了。那这件事情呢，让我有非常大的冲击。怎么一个跌倒骨折，最后就造成一条人命呢？这个呢，让我非常难过。那所以呢，我在拿到了骨科专科医师的执照以后呢，我又去进修，最后拿到了骨质疏松症专科医师执照。我才知道原来骨质疏松是一个这么严重的疾病。事实上呢，每年全台湾有1/3以上的老人都会跌倒至少1次以上。那这些跌倒呢，造成了有2万个髋部骨折。2万个髋部骨折，各位可能没有什么感觉。2万个髋部骨折，就是说每半个小时就有1个老人因为跌倒髋部骨折被送到医院去，准备要开刀。开完刀之后呢，并不是从此就相安无事了。开完刀之后的1年内的死亡率高达 20%， 也就是呢5个老人里面有1个老人，你过了1年以后，你就再也看不到他了。所以呢，我们都知道百货公司周年庆，我们大家都喜欢打折，但是年纪大了，我们大家都不喜欢骨折。因为呢，百货公司周年庆你走进去，你可能花1万，花10万，但是一个骨折之后，你需要花100万。这其中包括了很大的一笔的医疗负担费用，还有之后的长照费用等等，会让你的家里面整个经济负担变得非常的庞大。更何况是健康的负担。所以呢，照顾骨质的健康从现在就要开始。好，我们回到这本书来看看。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日本很有名的老人医学教授，叫做太田博明。他一辈子在倡导的知识呢，就是健康老化的概念，尤其是骨质疏松症的预防。那日本的骨质疏松症学会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在2015年的时候颁给他一个终身成就奖。他在这本书里面讲了2个核心的概念。第一个就是骨质疏松症绝对不是只有老年人的问题，它是在不管你是男生，不管你是女生，不管你的年纪，都有可能会发生。在我自己的骨质疏松特别门诊里面呢，我收到最年轻的案例是34岁。他在34岁的时候就已经跌倒，造成2边髋部骨折，开过刀了，提供给各位做参考。所以不管你几岁，都要注意骨骼的健康。那他还讲的第2个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骨质流失、骨质疏松，它其实是一个可逆的情况，它并不是一个不可治疗的情况。为什么呢？这就要讲到
骨头里面有2种重要的细胞，一个是成骨细胞，它都是在负责骨头的生成的，它会把钙质堆积在骨头里面，让你的骨头越来越强壮。那另外一种细胞叫做破骨细胞，破骨细胞就是专门吸收骨头了，把你的骨头吸收掉。在年轻的时候，成骨细胞跟破骨细胞一起合作，你的骨头有生成也有吸收，这个就是正常的骨骼代谢，可以让你的骨骼非常的健康。但是在年纪大了，或者是一些种种的原因，让破骨细胞被过度活化，那成骨细胞的功能不足，就会造成骨质疏松。那所以呢，我们只要逆转这个情况，就是把破骨细胞的功能抑制下来，然后想办法促进成骨细胞的造骨作用，我们就可以逆转骨质疏松症。接下来呢，我要用3个重点来跟各位分享要怎么样逆转骨质疏松。第一个就是早期筛检，第二个就是健康饮食，那第3个就是有效运动。首先我们讲早期筛检，要怎么样知道你或是你的家人可能有骨质疏松症呢？第一个你要看的是身高，如果你的身高矮超过你年轻的时候3公分，你就要非常小心了。我有一个病人，他在70岁的时候来看我的门诊，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162公分，那他现在刚刚量起来是158公分。那他的媳妇就在旁边说啊，这个老得揪啊，正常的啦。那其实不是哦，老得揪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老得揪就代表你的脊椎可能有压迫性骨折，可能有问题，所以才会慢慢的变矮。这个是骨质疏松症一个很重要的警讯哦，所以不得不注意。那第2个呢，就是体重。体重越轻的人越容易有骨质疏松症。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大家可以评估看看，就是你的年龄减掉你的体重，如果大于20的话，就非常危险，你很有可能就是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假设你已经70岁了，但是你的体重只有45公斤，70减45等于25，它是大于20的，那你就很有可能有骨质疏松症。所以越轻的患者越容易有骨质疏松，但是体重越重的患者，越胖的患者却越容易有关节退化。所以不管是你轻还是重，都逃不过骨科医师的手掌心，人生真的是很困难。那第3个我们要讲的是驼背的问题。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有没有驼背？就是你把背靠到墙上，如果你的整个背啊、脚啊，还有头的背部都可以靠到墙上，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OK 的，你没有驼背的情况。但是如果你整个身体都靠到墙上了，你就会发现你的头没有办法靠到墙上，甚至距离达到3公分以上，那你就是有驼背的情况嘛。那这个时候也是骨质疏松症的一个很重要的警讯，也建议你赶快到大医院做骨质密度的检查。所以第一部分就分享身高、体重还有驼背这3件事情，你一定要注意的。如果有疑虑的话，一定要到大医院赶快做骨质密度的检查来做确认。第2个部分我们分享健康的饮食，什么样才是对骨头最有好处的饮食呢？我分享4个最重要的营养素。第1个就是钙质，大家都知道钙质是骨头最重要的原料，补充钙质的来源当然最重要就是奶制品啊，牛奶啊、优酪乳、优格、cheese 等等，都是一个很好的钙质来源。那其他呢，像是豆腐啊，或者像坚果、小鱼干啊，或者是青绿色的蔬菜啊，其实也都非常富含钙质，大家也都可以考虑看看。那每天的钙质，如果你摄取觉得不够的话呢，才考虑去买钙片来吃。我们补充钙质还是以饮食为主，那真的很不够才考虑买钙片补充品。第2个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维生素 D 它其实是一个钙质的搬运工，它会把钙质从肠胃道搬到血液里面，再把血液里面的钙质搬到骨头里面去堆积，让你的骨头越长越强壮，所以它等于是一个钙质的搬运工。但是呢，维生素 D 要在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要补充的话，通常都是不够的。但是好消息是，你的皮肤里面就自己有维生素 D 的原料了，所以只要透过晒太阳，你的维生素 D 的原料就可以在皮肤转变成具有活性的维生素 D， 帮助钙质的吸收。所以每天早晚各晒10到15分钟的太阳，对你的钙质吸收是非常有帮助的。那第3个要分享的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这个是许多人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蛋白质呢，其实是骨头构成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大家都以为骨头里面只有钙质，事实上不是，有一半以上，就50%以上的体积，
骨头的体积都是由蛋白质所构成的，这其中包括胶原蛋白啊、骨钙蛋白等等，所以补充钙质以外，补充蛋白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补充蛋白质的话呢，大概就是吃一些肉类啊，包括鸡肉、鱼肉啊等等啊，还有一些蛋啊、豆腐，都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来源。那如果你说钙质就是水泥的话，其实蛋白质就是钢筋，它让你的整个骨头的结构变得比较有弹性，变得比较不容易骨折，所以蛋白质也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那第4个要分享的就是大家比较少听到的维生素 K。维生素 K 比较常常富含在菠菜里面，或者是一些比较深绿色的蔬菜，大家只要吃深绿色的蔬菜就可以摄取得到。那最富含维生素 K 的食物其实是一种日本食物，叫做纳豆。那纳豆有一个奇怪的味道，所以即使是日本人，也不一定是全部的日本人都喜欢吃。那根据研究呢，关东人特别喜欢吃纳豆，关西人特别不喜欢吃纳豆。那所以日本的关东地区呢，因为跌倒骨质疏松所造成的发生率就会比较小一点点。那关西人因为不喜欢吃纳豆，所以他跌倒骨折的机会就比较大一点点，这个是有统计数据来证实的。这其中也许跟纳豆就有关系哦。OK， 所以以上分享4个营养素：钙质、维生素 D， 还有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K， 这个都是对于骨头非常有帮助的营养素。最后一个部分，第3个部分，我们来分享有效运动。我想先请问各位，下面3种运动，哪一种运动对于骨质密度的提升有帮助？第一个是游泳，第2个是骑脚踏车，第3个是健走。你可以想想看。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来看看骨头结构里面的第3种细胞，叫做骨细胞。骨细胞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有带一个压力感测器，它可以感受到外界对于骨头的压力，所以只要你有负重，只要你有让骨头承受重量，它就会发出讯号，让骨头长得更强壮一点点。这个就是著名的沃尔夫定律。沃尔夫定律讲的就是骨头负重越多，骨头就会长得越强壮。所以我们来看看刚刚的3个运动。第一个，游泳。游泳其实是浮在水面上的，藉由水面的浮力让你浮在水面上，所以骨头是没有承受重量的，所以对于骨质密度是没有太大的帮助。那第2个，骑脚踏车呢？骑脚踏车因为你坐在坐垫上面，所以你的下肢骨头也没有承受太多的重量，所以骑脚踏车对于骨质密度也没有太大的帮助。我不是说游泳或者是骑脚踏车是不好的运动，其实他们对于关节疼痛啊，或者对于特别是膝关节炎啊，都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但是他们对于骨质密度是没有帮助的。那第3个，健走运动，它就是脚踏实地的负重运动。那脚有踏在地上，有承受身体的重量，那这个就对于骨质密度的提升有帮助。其他像是跳绳啊、太极拳啊、土风舞啊、气功啊，这个都有脚踩在地上，而且有负重的，就对于骨质密度非常有帮助。所以其实你只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然后持续进行，就可以对于骨质密度提升有所帮助了。最后我们再做个总结，我们提到3大重点。第一个就是要早期筛检嘛，透过身高啊、体重还有驼背，你可以看到你自己或者是家人是不是有早期骨质疏松症的一个警讯，如果有的话要赶快来做检查。那第2个就是健康饮食，我们要补充钙质、维生素 D、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K。那有效运动呢，要做的就是负重的运动，才是对于骨质密度比较有帮助的运动。我想留给大家一个练习题，你想想看，在过去的1个礼拜以内，你有没有做对于骨质密度有帮助的运动呢？你有没有吃任何的高钙食物呢？高钙食物吃了几种？如果没有的话，从今天就开始吧。没有提早发现我外婆是骨质疏松症，没有帮她预防她的骨折，是我这辈子很大的遗憾。所以分享这本书，分享骨质疏松相关的知识呢，其实就是要让各位可以好好照顾自己，或者是好好照顾你自己的家人，不要让骨质疏松症带走你的家人。我是骨科医师戴大为，我们下次再见，拜拜。